一起拍广告，赵露思和王鹤棣的 CP 动态超能力可见一斑。然而，露丝的咖啡却对王鹤棣占据了绝对优势。去年，娱乐圈出现了2位风云人物，赵露思和王鹤棣，他们分别凭借《苍兰诀》和《星光灿烂月出海》一炮而红，引起不小的轰动。两人最近合作了一个海滨可乐广告，某系列代言专属于王鹤棣，而赵露思则是品牌代言人。不久前，他们各自代言的头衔曝光。在三亚的海滩上，赵露思和王鹤棣拍摄了蓝白配色的可乐运动服广告。这些酷酷的年轻人以其独特的外表，无疑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其他情侣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确实在恋爱。他们的着装经历了向更轻松和悠闲风格的转变，一起演绎新剧，让不少人都翘首期盼青春无敌的颜值。最近透露了一项特定的可口可乐代言的名称，王鹤棣代表劲爽产品，而可口可乐的品牌大使是赵露思和吴磊。柔丝被选为品牌代言人，而王鹤棣却只代言金霜产品，是什么原因？品牌管理层是否认为苍兰诀和浮图缘不如星寒璀璨？这些都是网友们疑惑的问题。网友纷纷发帖，一个问题一直萦绕不去：赵露思、吴磊、王鹤棣3位明星，谁最受宠？网友们甚至质疑，王鹤棣的代言是不是被吴磊和赵露思给盖过了？这一质疑引发网友热议，网友们不厌其烦地通过各种文章和网络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赵露思和王鹤棣的粉丝群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理性行为，彼此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冲突。8月初，王鹤棣发布了《苍兰诀》，直到月底，他才认可了这个系列。他的经纪人提到，苍兰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创业项目，没有任何宣传活动，品牌合同尚未履行完毕。虽然他的工作室是今年成立的，但还没有正式签约。目前，赵露思的作品多如牛毛，让她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她的作品数量稀少，仅限于《苍兰谱》和《苍兰之路》。默默无闻，赵露思被任命为可口可乐活动的首任形象大使。媒体在这个场合煽动了她的声音，结果她的名气升级到95花，导致她在漫长的3年后成为该品牌的代言人。去年夏天热播的《苍兰诀》和《星寒皓月出海》让王鹤棣和赵露思走上了聚光灯下，也让他们有了相似的成名机会。他们的处女作几乎一模一样，都在电影和电视领域拥有骄人的成绩。尽管他们共同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而且他们都避免泄露真实的自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是非专业出身，都是2018年入行的。赵露思自己的评价是，从菜鸟时期开始，她的戏路就在磨练。像《我是歌手》、《奋斗》和《一切都好》这样的节目是她专注旅程的步骤。每年3部电视剧的拍摄节奏，共产生了19部电视剧和电影。以姐弟恋为主题的《中国好声音》第2季播出至今已有5年。王鹤棣的创作火花从未熄灭，即使在他辛勤工作的道路上退休后也是如此。他可能只在综艺节目中客串过，但这并没有阻止他赢得一档节目。每年上演1-2档综艺节目，创作的剧目只有8部。年仅23岁的吴磊却让56岁的蒋雯丽依旧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由陈畅执导，吴磊、周雨彤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原来是爱情》在豆瓣平台以稳定的8.3评分收获热度。该剧讲述了吴磊饰演的运动天才宋三川和周雨彤饰演的总裁专属助理梁佑安之间的故事，讲述了他们个人的艰辛。尽管面临线上转型和失业的挑战，但这些主角们并肩前行，携手前行。你为什么要给《这就是爱》一个机会？过去几年，批评一直针对国产剧，一部油腻的总裁剧，甚至是一部甜蜜的偶像剧，毫无说服力，死板的演技，无脑的剧情。就拿56岁的蒋雯丽来说吧，饰演少女的她与明道开始了一段恋情，就是爱而已，聚焦社会热点，
演员的颜值和演技都非常出众地俘获了观众的心。01通过大脑的镜头谈论爱情，对于培养成人关系至关重要。邪恶并不是一个经常用来形容冷门爱情剧的形容词。曾饱受争议的东八区君子下架，不少观众纷纷吐槽。千万别错过爱我就别想太多，李一桐、陈建斌领衔主演，爱的角落，姜文丽、明道等实力派演员登场。被自己打动，这些剧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观众难以沉浸在故事情节中。该剧的爱情中心主题被这对 CP 所掩盖，最终令观众反感。期待不过是爱情剧中的一对青春靓丽的情侣吗？男主元气满满，女主干练成熟，他们的组合很迷人，不是吗？慢慢升温，宋三川和梁又安的爱情故事是一段治愈和扶持度过难关的故事。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慰藉，一起找到力量。宋三川在母亲梦想的鼓舞下，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网球运动，全身心投入到羽毛球的严格训练中。几年后，他在训练中遇到了绊脚石，感到迷茫。打羽毛球的时候，男主得到了梁又安的坚定支持。即便是现在，梁又安都认为宋三川是最有潜力的运动员。是梁又安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了他追逐网球梦想的动力，让他信心大增。这导致他在网球领域取得了成功的职业生涯，否则他将无法取得成就。宋三川的关心和直率间接改变了梁又安面对职场 PU 的行为，导致女主从说话过于拘谨到公开反对这种行为。会所危机重重，宋三川却给了他坚定的臂膀，坚定的信任。在他的指导下，他得以脱离危险。这部剧的看点是兄妹恋，因为男女主比起其他剧更加成熟。梁又安，我还是要选你。伊素选了锦衣，你抬头走出去，我跟在后面。尽管年龄相差9岁，但他们的爱情是由理性思考和相互支持推动的，而不是仅仅为了甜蜜而甜蜜。在这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情感旅程中，有一对情侣脱颖而出，那就是开朗富家、花团锦簇的江娇娇和坚韧不拔的女魂梁桃之间的热血亲情，像毛一样生活。江娇娇在聚会上见到梁涛，对他不加评判的性格产生了居高临下的看法，导致他执意要恶作剧。江娇娇被梁涛指责完全依靠父母的财产维持生计，为了抗议，梁涛宣称自己所有的收入都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江娇娇这样的富二代受益人。渐渐的，江娇娇开始直面两人的关系，并在二人相识的过程中逐渐对梁涛产生了感情，同时梁涛也对江娇娇产生了好感，两人互相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江娇娇和梁涛的家人并不满足于他们的结合，然而父母感情上的障碍并不妨碍他们对亲情的渴望，最终他们成为了表演中结婚的第一对。宋三川的继父发现自己的感情得不到回报，不得不放弃对宋三川母亲的爱，然而他仍然坚持了7年的艰辛，希望他的爱最终能得到回报。江杰的自我中心和对家人的不尊重导致他的婚姻破裂，让江娇娇独自度过难关。对婚姻的更多思考和成年人的爱情思考就是爱情中都受到了充分的关注。在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时，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处理两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被戏剧中失败的爱情所暴露。剧中甜蜜的爱情催促着我们勇敢地去追求这份向往的感情。02持续的痛苦是成年人职业世界的决定性特征。不久前播出的《回归之路》受到了一位节目主持人的批评，他发现了故事情节中的漏洞。主持人指出2位主角的职业描述过于模糊，而女主角在故事中的出现更像是一个功能性元素，而非真实角色，从本质上削弱了剧情。在《都是爱》中，事业线和爱情线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有机的体验。这2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因此不会让人感到被迫或随意。而且男女主的职业各不相同，每一个职业都描述得非常详细。挖掘潜力球员是艺术早期体育项目的重点，女主角梁又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的专业能力在她负责的项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测试，他发现宋三川其实更适合前置玩家这个项目，尽管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锦衣，这让他处于顶级玩家猎头的水平，他们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当俱乐部遭遇撤资危机时，梁友安的职场专业知识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他巧妙地将他们引回安全地带。梁友安的事业被导演用心描写，将角色提升得更加丰满，而不是甜宠剧中的恋爱脑。宋三川是一个对运动很认真的男主，不管是打羽毛球还是打网球。打羽毛球时，他逼迫自己克服心理阴影，在2项运动中都全力以赴。转战网络后，他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敬意，并偷偷自学。自私的资本家对价值的压榨和成本的压榨，以及主播行业对契约夫妻和与上级谈恋爱的无声指导，都清楚地表明职场规则得到严格执行。正如公司负责人分享馅饼的礼节所观察到的那样，必须遵守这些规定。他所引起的共鸣，源于其对工人面对殴打无奈的现实写照。责任并没有因为梁佑安对专业实力的描绘而被缩短，而宋三川对网球的热爱与他的努力和天赋相得益彰。就是爱情的火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实已经脱离了国产剧，导致了一个非常规的故事情节：一对没有特权的2人组住在一栋复式楼里，而普通劳动者则沉迷于可加热的火锅作为他们的日常膳食。学者们在他们的对话中被描述为有一些小错误，为爱气游戏、打击假球、微笑的你很美，将电竞精神看得无足轻重。每天，这些编剧都会写出将爱情置于事业之上的角色，这表明对后者缺乏尊重。当剧中的男女主角失去恋爱脑时，他们的事业将得到展示，观众将欣赏到这部剧。这也导致更活泼的角色